Mac 诞生记，这几期呢，我们来说一下 Mac 和 macOS 它们是怎么诞生和发展的。首先，什么是 Mac？ 它是苹果公司设计和销售的个人电脑系列。那什么是 macOS？ 它是苹果公司为 Mac 系列电脑开发的部分开源的 Unix 操作系统。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说一下 Mac 是怎么诞生的。那首先呢，我们从一个不是苹果的产品开始说，是施乐的 Alto。1973年的施乐的这个研究中心为个人使用而设计了一个小型计算机，率先的搭载了图形界面和鼠标。那在那之前，这个电脑是不是都文字界面？你通过这个文字命令的方式去跟计算机进行交互。但是呢，受限于当时的电脑性能以及董事会低估了图形界面的革命性价值，这个 Alto 呢没有量产。然后呢，Palo Alto 研究中心呢一直是众多计算机领域的革命性技术的发展中心啊。这个图形界面就是他们率先搞出来的，然后很多计算机的技术是他们率先在发展的。1979年的苹果公司它快要上市了，那施乐公司呢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在它上市之前去入股，条件呢是让乔布斯去这个施乐的研究中心参观，去了解它的创新技术。那参观期间呢，乔布斯就对这个 Alto 所搭载的图形界面和鼠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把这些技术视为个人计算机发展的未来。乔布斯当时在做 Lisa 这个项目啊 ，Lisa 是1983年苹果公司推出的台式电脑，第一次呢把搭载图形界面的电脑给商品化啊，但是呢价格过于的离谱，1983年的$9995，还有呢它比较小众，没有人给它开发软件，还有它这个软盘的可靠性也有一点问题啊，以及这个 Macintosh 过1年就发布了，所以呢这个 Lisa 在商业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啊。然后这个 Lisa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打算搭载图形界面，是乔布斯和 Lisa 的一些团队成员参观了这个研究中心之后才转向使用图形界面的，但是在施乐的许可之下。然后苹果说 Lisa 是本地集成系统架构的简称，但是呢乔布斯后面在他的传记记载里说，这个 Lisa 就是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他第一个女儿的名字也叫 Lisa。 OK， 然后 Lisa 为什么卖那么贵啊？首先呢，乔布斯主张用超越时代的硬件来保证 Lisa 的出色体验，但是呢这也导致了超越时代的成本。另外呢 Lisa 的软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啊，你第一次搞这个图形界面，那你是不是需要开发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统和一系列的应用软件才能发挥图形界面的优势？同时呢，乔布斯强烈的控制欲也在阻碍着这个项目的发展啊。1982年 Lisa 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但是乔布斯仍然的不断提出修改建议，最终呢董事会把他逼出了 Lisa 项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Lisa 的这个全新的操作系统 Lisa OS，它部分基于 iPod 3的那个操作系统，但是那个系统只有文字的界面啊。那我们 Lisa 有2个模式，一个是这个 Office System， 一个是这个 Workshop。这个 Office System 是不是就是给普通用户使用的图形界面啊？它集成了类似于微软 Office 的办公套件，你看上面是个这个表格，下面是个文档。那 Lisa 其实就是被设想成一种办公系统的，早于微软的这个 Office 数年诞生。然后 Workshop 呢，它是一个软件开发环境，基本是纯文本的界面，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Macintosh 了 ，Mac 是它的简称。那 Macintosh 呢是1984年苹果公司开始推出的搭载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系列。那从一开始呢就被广泛的简称为 Mac。1988年的苹果公司正式的采用了这个简称啊。那它最早呢其实不是乔布斯的项目啊，是这个人他构想了一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低于$1000的基于文本的个人电脑，然后便开始了 Macintosh 项目啊。他呢打算用 Macintosh 命名这台电脑，一个苹果的品种啊，苹果公司嘛。但是呢这个 Macintosh 已经被一家音响公司给用了，那所以呢他把这个拼写改成了 Macintosh。 1982年呢乔布斯被逼出了 Lisa 项目，就从他手里接管了这个 Macintosh 项目，并把呢这个 Macintosh 重新定义为一个价格更低更注重图形界面的精简版的 Lisa。 那1983年呢他还找来了这个百事可乐的这个总裁来担任苹果的 CEO 啊，问出了那句著名的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想要改变世界。那我们来看第一代的 Macintosh 1984年的苹果推出了它，那大部分用它的新用户都是第一次接触到了鼠标和图形界面，所以它是首次普及图形界面啊。它呢也是第一台成功进入大众市场的一体式电脑啊，当然这个不重要。然后它的发布初期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啊，达到了预期，但是呢它的售价还是比较高，1984年的$2495啊，和它还是比较小众，没有人给它开发软件啊，还有它的稳定性比较差。这个就跟乔布斯有关系了，乔布斯坚持使用被动散热，不加风扇。他认为呢风扇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完成工作。不幸的是呢，这个电脑的很多的常见的故障都是因为这个热量散不出去啊。以及呢 IBM 也在个人电脑领域开始发力了啊。1984年的下半年开始呢 Macintosh 的销量就迅速的开始下滑啊。苹果公司呢也被迫销毁了数百万美元的库存。1985年的5月呢，这位乔布斯自己请来的 CEO 决定重组苹果公司啊，把乔布斯逼出了这个 Macintosh 项目，转而去负责新产品开发，并且呢丧失了大部分的权利。
同年的9月呢，乔布斯就从苹果辞职了，创立了 Next。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电脑为什么初期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啊。首先不得不说的呢是这个1984广告啊，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广告，它是为这个 Macintosh 发布会制作的一个广告，在1984年的超级碗比赛期间播出。那这个广告你们可以找着看一下啊，至今呢它都被视为广告业的经典之作啊，一些评价甚至认为这个1984广告比 Macintosh 本身更加成功啊，说的是它第一代啊。还有呢，就是语音合成技术的首次亮相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 ，Macintosh 用这项技术说出了计算机的第一句话 ：“Hello, I am Macintosh。”这个演示呢，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啊！在那个发布会上，大部分的人已经是第一次见到图形界面了啊，已经非常震撼了。然后呢，在同一场发布会，他还第一次听到了电脑说话，那这个震撼是不是就加倍了呀？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说 macOS 是怎么诞生的啊？这一期就是这样就没了，你明白了吗？ Fong Channel